让美国与苏联互换，二战结局会如何？这是美国来到了欧亚，解决了不能及时参战的问题。这是苏联北临加拿大，南接墨西哥。互换后的两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？本期进行大逃杀模式，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战争现在开始。1936年1月，国家们立即进入了向邻国宣战的状态。很快，第一个被吞灭的国家出现，它位于南斯拉夫的南部，被希腊宣战后的阿尔巴尼亚在这场战争中首个淘汰。紧接着，意大利、德国、南斯拉夫开始瓜分奥地利。2月10日，法国占领比利时，德国击败荷兰和丹麦。36年3月，西班牙即将吞并葡萄牙之际，法国向其宣战，德国同时攻入瑞典。1936年5月，德国取得胜利，占领瑞典地区，随后向挪威开战。1个月后，法国淘汰西班牙，内战因此没有发生，葡萄牙也侥幸活了下来。这时，土耳其与美国联手将伊朗瓜分。8月份，波兰向立陶宛、拉脱维亚进攻，以此获取对抗德国的力量。同一天，法国占领了葡萄牙，这场战争果然没有幸运儿。36年12月，意大利战胜南斯拉夫，波兰在对抗波罗的海三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全面性的胜利，德国开始攻入芬兰。这就是在大逃杀模式中1936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。1937年1月，罗马尼亚宣战保加利亚，仅仅又是1个星期，保加利亚战败，希腊与罗马尼亚接壤，开始发动战争。1937年3月，希腊军队不敌罗马尼亚，政府宣布投降。同一时间，波兰战胜捷克斯洛伐克，并与意大利瓜分匈牙利王国。两国不谋而合，交换眼神后向罗马尼亚发起进攻。37年9月，罗马尼亚淘汰，土耳其开始慌张了起来。37年10月，德国占领芬兰，用时2年，自身面积扩大了1倍。法国不愿重蹈覆辙，因此决定于1938年1月向德国宣战。38年2月，当德国被法军限制住的时候，意大利开始了表演。他们迅速攻破土耳其的防线，一路攻打到里海南部，用时4个月战胜了土耳其。1938年7月，波兰利用意土战争后的休整阶段发动了进攻，这是可战胜意大利的最好时机吗？显然，义军没有动摇，他们的防线迟迟没有被敌人推进多少。意大利政府甚至决定向美国宣战，进一步获得超越德国的力量。但很显然，这实属幻想。在同时宣战美国后，意大利的补给彻底崩溃了。1940年，意大利战败，通过新签署的协定，大部分地区划给了波兰，意大利获得了一个保留地。美国自然相当不满意，于是也算找到了一个向波兰宣战的机会。这时候，位于北美的苏联突然指派军队攻入了德国占领下的北欧。由于这次的法国表现很好，让斯大林也下定了决心，看是否能打开新的局面。然而，德国元首这时微微一笑，他果真的以为德国无法战胜法国，只不过没有用尽全力罢了。说完，法国于1940年9月战败，斯大林的欧洲计划马上告停，新局面看来是打开无效了。这时候呢，波兰也毫无退让的意思，面对美国这等段位的敌人，不仅没有像曾经一样闪电出局，而是利用这几年积攒的实力，把战场打成了5-5开。这一结果却让元首很满意，于是德国在1942年6月同时宣战波兰和美国。介于当前的地理位置，在左右逢敌的情况下，波兰可能会出现不利的走势。直到1942年12月，英国正式宣战德国，他们开始从非洲进攻，只要有效控制住这片地区，便能与波兰包夹德国。1943年，因英国计划的实施，德国的非洲力量出现后撤，因此元首把更多的兵力用在北部战线，从西北向东南进攻，以此压制美国和波兰。1944年，吞并加拿大和墨西哥后的苏联开始计划第2次登陆作战，地点依然不变，但是德国的敌人却变多了。这次作战成为了重要的转折点，让德军无法兼顾各方向的战争，终于出现了明显的败退。1944年6月，德国战败，法国恢复国土，苏联没有停止进攻，宣战波兰也是计划的一环。1944年7月，波兰投降，在谈判后，美国获得了大部分地区。1个月后，苏联宣战法国，美国宣战英国。
44年10月，苏联战胜法国，并向英国宣战。1945年1月，美国与苏联开战了，冷战没有产生的结果将在这里产生。结果如何？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1945年4月，苏联战胜美国，重新拿回了原始领土，因此当前仅剩一个敌人。1945年6月，英国战败，那么恭喜苏联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